been skipping stone, taking from the road way. Now I've been feeling low, living on the mountain. Now I've been on my knees, waking on the run. 现在可以吗？你要对我轻点。I'm sitting in the dark. 그 어두운 방 너와 나만 Sitting in the dark. 그림자 사이 피어올라. 夏芊芊，我在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什么鬼？我不是在熬夜刷小说，攒200块钱国庆奖金吗？才攒到一半，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夏芊芊，你顶着夏家千金的名头享了20年的清福，现在我亲生女儿小媛回来了，该你报恩了。别说那霍石井是躺了半年的植物人，就算他再躺个10年8年，今天你也得给我嫁。姐姐，我求你把刀放下吧，我和妈妈看得心慌。你倒是哥，把自己捅死，一了百了。小媛，没事吧？夏芊芊，你闹够了没有？夏家，你叫她夏小媛，那我是夏锦锦。Oh my god！ 我这是穿成了刚刚看的那本狗血文里给植物人冲洗的炮灰假千金，而她是女主真千金。夏家现在非逼我嫁给出车祸成植物人的霍石锦，可原著里我嫁过去1个月，霍石锦就被原书男主思然暗中害死，接着霍家破产，我替霍家背负巨债。姐姐，这张卡是我刚回来的时候爸爸给我的，密码是我生日，你拿着，等到嫁到霍家的时候再用。一言不合就给钱，还有这好事？谢啦，我的好妹妹。还是我亲女儿小媛懂事。姐姐，你这是想通了吗？要嫁去霍家了？我想想，继续留在夏家，我怕是没好日子过。要是嫁给霍石锦，那我就是豪门阔太，有花不完的小千金。就是霍石锦快死了。姐姐，嫁？干嘛不嫁？嫁给植物人多亲切。只要我能想办法保住霍石锦的小命，思兰就动不了霍家，我就能当稳我的豪门阔太。才还寻死觅活的，怎么说嫁就嫁吧？亲近，哼！等你去了霍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夏家还真把这假千金塞过来了，大喜的日子就给他穿成这样。冲洗罢了，霍少躺了有半年了，谁会乐意让自己的亲闺女来遭这份罪？就是，就他那呆样。李太太，你喉咙不舒服吗？
需要我叫人帮你倒杯水吗？今天是我霍家娶媳妇，不管谁进门，站在这里的就是我霍家媳妇儿。各位是客，主人家的事儿最好少操心。开始吧，别误了吉时。是，夫人。该怎么做，管家会告诉你，跟着做。这婆婆好像还挺护犊子的呀。礼成，送新娘入洞房。看，这是我哥，帅吧？确实帅，不愧是我老公。夏锦锦，你以后是住这间还是住隔壁间？隔壁间也收拾好了，看你意思。我还是住隔壁间，我怕住这里影响石景休息。但我保证，要是有事，我立刻马上就过来。也好。按剧情，这家伙还有1个月的命。我想起来了，思兰让人在药里下了毒。让开！夏姐姐，你在干什么？医生，医生！妈，这药有问题。药怎么了？药有问题。好吵啊！谁在喊？眼皮好沉，动不了。这药的确掺了其他东西。什么？是你！抓住他！夫人饶命啊！是有人逼我的，给了我10万块钱和1包药，我不知道是谁。带下去问清楚。化验结果出来了。怎么说？输液瓶里掺了神经抑制剂，长期使用的话会导致呼吸衰竭。简直查！一定要把陈妈背后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好，我这就去。老谢，这次可多亏了你了。是少夫人警觉，不然再晚2天，神仙都难救。晶晶呀，你是怎么知道那个药有问题的？也许是直觉吧。不管怎么样啊，你刚嫁进来就救了石景一命，你就是我们霍家的福星，是我的好儿媳呀！儿媳妇儿？我什么时候有老婆了？果然不愧是霸总文里的标配。哇哦，这胸肌，这腹肌，这个人在干什么？我妈还在呢。石晴啊，你快点醒来呀！看看妈给你找的好老婆呀！我也想现在睁眼，把这个好死女人赶走，可这身体不听使唤呢。哦，对了，锦锦，来，我把石景用的卡密码改了，以后给你用了。你们年轻人啊，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啊，你不要跟石景省钱就是了。哇，短剧里常见的至尊黑卡，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夏锦锦了。谢谢妈，也谢谢你老公。正式介绍一下，我叫夏锦锦，是你老婆。老公，我又没承认，见钱眼开的女人。妈，霍石锦的手动了。这呀是正常的现象，以后你习惯了就好了。哦，对了，你以后啊也不用整天守着石景，你想出去逛逛就出去逛逛啊。啊，石景这儿你不用担心，我让燕之啊加强安保，以后不许让任何人靠近石景。妈，我觉得这
这样把实景保护起来，反而更容易让那些藏在暗处的人有机会下手，防不胜防。那你的意思是，不如大大方方的让那些藏在暗处的老鼠知道实景没事，这样他们才会狗急跳墙，露出马脚，更方便我们找到他们。这女人还算有点脑子，但想做霍实景的女人还不够格。锦锦，你这个想法有道理。那我有时间推实景出去逛逛街，晒晒太阳。你带实景出去啊？他的身体能行吗？放心吧，我刚问过谢医生，他说他身体没问题的，而且更方便让我们俩培养感情嘛。谁要跟你培养感情啊？不过能出去晒晒太阳，确实也挺好的。好吧，那多派几个人跟着，你把实景照顾好。还有啊，多买几身漂亮的衣服给自己啊。好，老公，明天我带你逛街去。逛街？推着一个植物人去商场？夏金姐，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老公，今天我们一定得好好逛逛，给你也买一件怎么样？我一植物人能买什么？无聊。老公，你看那件怎么样？适不适合我？你不知道我没法睁眼吗？夏金姐，你故意折磨我是不是？姐姐，姐姐，真的是你啊！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从夏家出去的千金呀！推着个活死人出来逛街，我就说了，进了霍家门也是保姆的命。还好思兰哥帮我摆脱了这个植物人，又帅又有钱又怎么样？等霍实景一死，霍家倒了，我就是私家少奶奶。姐姐，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霍家现在每个月给你多少零花钱啊？够不够花？要不我再给你点啊？妹妹，你来的正好，这消费实在是太高了。你要是能给我点，那再好不过了。让让。还想花我的钱，想得美！我看你怎么出丑。哼，霍家连儿媳妇买衣服的钱都不给，等着明天和霍家一起上热搜吧。夫人，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夫人，她也配？她不过是霍家的保姆而已。老公，你觉得这件颜色衬不衬我啊？夏景，你够了！要是能动，我第一个把你丢出去。这件呢？老公，你说句话呀！闭嘴！等我醒过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和你这个女人离婚！离婚！喂，我跟你说了，你听见没有？她不过是霍家的保姆，推着霍少爷出来装少奶奶呢。你们要相信她真的能付得起钱，小心砸手里。这位女士，我们认得霍先生，夫人看中的款式，我们店都可以提供签单服务。姐姐，你怎么能打着霍家的名头签单呢？万一霍家他不认账，那最后麻烦的还是你呀。要不……对，妹妹，你刚刚不是说要再给我点钱吗？这些我都很喜欢，你帮姐姐全都付了吧。夫人，这3件衣服的总价是238万，请问这位小姐是现金还是刷卡？238万，姐姐啊，我的卡里可能没有这么多钱。夫人，签单也可以的，很方便。不用签单，刷这个。怎么可能？这卡，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卡？这种级别的黑卡，我也只是在思兰那见过。你才嫁进霍家1天，霍家怎么可能给你？假的，
绝对是假的，霍家不可能给你。吵死了！两位大哥，把这2位客人给我请出去。姐姐，怎么能这样啊？姐姐，竟然拦我们！夫人，这些衣服都包起来啊。好的，夫人请稍等。这俩人不出现，我还想不起来，我嫁给霍家，霍家可是给了夏家南城一块地当聘礼。这块地在原书里半年后会因为新地铁规划暴涨，最后被思兰低价弄到手，成了打击霍家的重要筹码。老公，之前霍家给夏家的聘礼，就是那块南城的地，我们把它收回来好不好？哎，算了，跟你说也没用，反正你也听不见。收回南城那块地，夏家的确不值得那块地。哼，这女人，倒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草包。气死我了！他夏姐姐算什么东西嘛？拿了一张不知道什么的卡，就敢让保安把我丢出来，他以为他是谁啊？宝贝儿，别气了，她不过是一个公鸡拜堂的冲喜新娘，有什么好得意？你不一样啊，等你跟4.2少爷的事情成了，不比他守活寡强百倍啊？那是当然。就是啊，所以咱们眼光得放长远点儿。过2天是4大少夫人的生日宴，你可要好好表现啊！哎，晶晶，你过来一下。怎么了妈？听说你在商场碰到夏家那对母女了？妈，您不会怪我扯着霍家的虎皮狐假虎威吧？傻孩子，妈为什么要怪你呢？你在商场做得很好。没有啊，让别人给欺负了去。我们霍家的儿媳妇就该这样。以后啊，你不要一个人独自受委屈。如果有什么事啊，跟妈说，妈替你做主。谢谢妈。对了，我也有一件好东西要送你。噔噔噔噔，你看看喜不喜欢？哇，晶晶，这得花不少钱吧？你这傻孩子。只要妈妈喜欢，花多少钱都值得。其实给您买这镯子之前，我自己已经买了1000多万的衣服和首饰，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妈很喜欢，很喜欢。哦，对了，晶晶啊，过几天就是4家大少夫人的生日宴，请柬也送来了。往年都是我去，今年也该轮到你这个霍家少奶奶去露露脸了。4家大少奶奶，原书男主思兰的大嫂。对，司董事长年纪大了，现在都是大房当家，你呢代表我们霍家去，礼数到了就行。妈，那个我能推着诗锦一起去吗？有他在，我更有底气些。行，有你照顾诗锦，妈放心。诗锦，她竟然出席宴会了。夏锦锦嫁给霍家之后，好像变得不一样了。霍少夫人气色真好，比在夏家时亮眼多了。欢迎你，霍少夫人。4少夫人，生日快乐！谢谢，霍少夫人能来，我很高兴。4少夫人好漂亮，比我漂亮多了。霍少真是好福气，霍少夫人人美声甜。哼，你们就商业互吹吧。我这几天都快被这个女人给气死了，折腾散架了都。这就是传说中的男主，长得也一般般呢。男主，这女人在说什么？真是命大，车没撞死你，下毒也没毒死你。这推着一个深度昏迷的病人出来应酬，
这到底是来贺寿，还是来折磨病人的？你是在跟我说话？姐姐，思兰哥他说的话你得听，快带霍少回去吧，他现在这样太危险了。难道你是想让霍少故意出意外，让我们夏家下水吗？四二少，你的脑子要是跟你的长相一样正常就好。霍少夫人还是不要逞强的好，谁都清楚，你拉着霍总出来，就是给自己撑面子。可霍少能不能醒过来，还另说呢。什么叫逞强？四二少有多少资产，还是黑卡能够随便刷？如果不能的话，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在逞强？说的不错，这并不能代表一个男人的成功。那有什么代表？如果这都不能代表，难道是在床上？可你看着好像也不太行啊。我记得原书中男主思兰是个秒男，得靠吃药才能坚持半小时。夏金姐，你在胡说什么？也不注意场合，什么话都说，霍家的脸面。我老公有钱有颜，只是暂时昏迷，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至少现阶段不必担心有人管着我，或者有人跟我抢他。我想刷黑卡就刷黑卡，想几点睡就几点睡，你说对不对啊，老公？甚至啊，我还可以偷偷找几个有腹肌1.8米的男模出去乐呵乐呵。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啊！这女人还要脸吗？我能动吗？哦，是啊，夏姐姐就这么想着我。你就这么想找男模？你怎么醒了？你什么时候醒的？嗨，你可能还不认识我，我是你的新婚妻子夏晶晶。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认识我而感到高兴？总之，我是非常高兴认识你的，我亲爱的老公。这张清纯可爱的脸，倒是配得上霍太太的身份。可惜就是长得这么嘴，还长得无法无天的胆儿。我昏迷这段时间，你替我享受生活，当真辛苦你了。又是黑卡，又是找男模，安排的明明白白。刚刚他都听见了，这也太社死了。过奖了，老公，我这不是为了自己让你早点康复吗？你看，效果立竿见影。至于辛苦嘛，哎，推着您这位重量级人物满世界跑，确实有点费力气。不过刷卡的快乐足以弥补。天哪，霍少真的醒了，被老婆的豪言壮语活活气醒了吗？不是说霍少的病情只有100万分之1的清醒的可能吗？怎么可能？车祸加神经抑制剂都没弄死你，霍世杰，你为什么要写？我的计划全乱了。霍少，这真是天大的喜事，恭喜你霍少重获新生，恭喜你晶晶守得云开。那的回家。啊，这么快？别呀！嘿，好戏才刚开场，主角就退场，多没意思。波楠姐，我家这位呢大病初愈，脾气见长，我们就先撤了，改天再聊。我还有悄悄话没跟你说。温暖姐感觉人还不错，关于她儿子司豆豆将来会被绑架的事，我得找时间给她提个醒。这姑娘真是胆子大的可爱。霍少刚醒，秦景怕是有了事儿，不过看他这样，未必会吃亏。好，路上小心。霍少您过。霍少苏醒，实在是我云城商界一大幸事。
恭喜恭喜！只不过我的主人还没到场，你就急着带夫人要先走，这传出去，未免让人会笑话我们私家怠慢了贵客。待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令弟的待客之道，着实别出心裁。当着我这个昏迷丈夫的面，对我老婆指手画脚，言语之间还暗示我命不久矣。这份盼我早死的心，我霍世锦定然记于心。就是，他们还说我推我老公出来是在折磨他。老公，你看，他们不仅咒你，还污蔑我对你的一片深情。深情？这女人的深情，就是推着植物人的我逛商场，当着全城名流的面说要找男模。姐姐，思兰哥他不是那个意思。霍世锦醒了，虽然坐轮椅，但气场太强了。思兰虽然现在明显被他大哥压着，但也很有潜力啊。思兰，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向霍少夫人道歉。霍世锦，你得意什么？南城那块地，我这几天就要弄到手了，到时候你和思远都得给我趴下。司二少似乎不太愿意，还是我霍世锦配不上你的道歉。思兰，难道你要让司家为你的错误买单，承受霍氏的怒火吗？对不起，霍少，还有霍少夫人，刚才是我失言了，还请您二位见谅。老婆，听到了吗？他在跟你道歉，诚意够吗？够的话，再让他鞠2个躬，或者写份万字检讨书。哎呀，算了，我这个人心胸宽广，不爱计较这些。不过，麻烦司二少下次说话前过脑子，毕竟不是谁都像我老公，心胸宽广，被别人咒了还能心平气和的听他道歉，对吧，老公？是的，走吧。OK。霍少夫人，慢走啊。思兰哥，你没事吧？还是霍世锦比较有身份地位。不行，我才是应该站在他身边的人，必须想办法让夏晶晶滚蛋。欢迎少爷、少夫人回家。少爷，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好久不见，陈叔。世锦，儿子，我的好儿子，乖儿子，醒了，你终于醒了。哎，真够累的，一天天拖着个轮椅的病人，果然这活不好干。对，看我这个人，世锦啊，你能这么快醒来，一定是靠了君君的功劳。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他。怎么谢呢？我想想，让我想想。我婆婆可真好，豪横，不知道她准备奖励我什么，我不挑的，房子车子一样来6个，要是能有私人游艇、私人飞机，那就更美了。感谢他？笑话，妈，我要离婚。什么离婚？这怎么可以啊？世锦，妈知道，妈在你昏迷的时候就这么稀里糊涂给你娶了个媳妇，你肯定无法接受。可咱做人要懂得感恩，不能忘恩负义啊！晶晶好不容易她才让你醒过来呀。就是，你这简直就是恩将仇报、卸磨杀驴，你怎么可以这样？妈，照你的意思，我得让这个女人继续当我老婆。当然啊，简简是个好女孩，妈希望你们以后好好处处。处处？不可能，妈，你是不知道我今天怎么醒的。在私家宴会上，我是硬生生被他气醒的。再跟他处下去，我怕我又被气昏过去。嘿，你这人！晶晶啊，你对于石井的控诉，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没有，婆婆好温柔啊，这样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回怼霍世锦。那我明白了。
快擦擦，把妆都花了。谢谢妈。妈，霍夫人，你什么意思啊？我不是跟你说我快被他气死了吗？那你现在死一个给我看看。这还是我亲妈吗？死不了吧？死不了就少给我提离婚。以后啊，你们要好好相处，我还等着抱大胖孙子。抱孙子，抱孙子！哎，你别慌，别慌。要给他生孩子，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晶晶啊，你不愿意啊？完了，我就想着在霍家当富太太，没想着给霍世锦生孩子呀。和她这种贪财好色的女人相处，还生孩子，想都别想。贪财，这我可以理解，可好色这……晶晶啊，是怎么让我这傻儿子看出来的？他刚醒才没多久吧？姐姐，你该不会在推他的时候，这偷偷摸摸的……够了，这话题都偏到哪儿去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他夏锦锦没脸没皮，在宴会上……停！霍世锦，你听，什么声音？夫人，是夏家大小姐，就是那个夏家的真千金。我知道他来干什么？该不会是看世锦醒了，想着还能怎么样吧？原书中并没有这段，但以夏小妍这小白莲的性子，肯定不会放过池塘里的每一条鱼。她之前不过是嫌弃这男人是个植物人，可现在他醒了，那见不见？他不见，我见。皇上您好，我是夏小媛，是来找我姐姐夏锦锦的。请问她人呢？怎么没见着她呀？那个女人啊，出去了。那女人，霍少喊夏锦锦叫那女人，看来霍少也不是很满意夏锦锦啊。有信，既然我姐姐不在，那我就不多打扰霍少了。霍少，你好好休养。等等，这欲擒故纵的做派，我要是不配合，还真说不过去。我刚睡醒，还有点晕，要是夏小姐不介意的话，可以陪我在院子里逛逛。这可是个好机会啊！行吧，那我就当是帮我姐姐忙了。夏小姐要是累了，可以休息休息。不累。霍少，平时姐姐推您肯定更辛苦吧？她性子急，做事有时候毛躁。毛躁？何止是毛躁，简直无法无天。霍少，你是因为宴会上的事情生姐姐的气吗？姐姐她以前是爱玩了一些，说话也没个分寸，但啊，霍少，是我多嘴了。这夏小媛从一开始说的都是夏锦锦的好，实际上全是在说夏锦锦的坏话。看来夏锦锦这女人在夏家的日子过得的确不好，那么贪财是过够苦日子了吧？对了，这个麻烦霍少转交给姐姐，是我和妈特意去寺里求来的，听说对身体好。哟，聊这么开心呐？没有，是霍少让我推他出来转转。什么霍少？这是我老公，你们家姐夫，对吧，我亲爱的老公？这女人又在抽什么风？亏我刚刚还在同情她在夏家过得不好。姐姐，你这刚嫁进来，怎么能这么花霍少的钱呢？这不合适吧？要是被别人看见了，指不定会说你是为了钱才嫁过来的。我老公愿意给我花钱，我管别人怎么说呢？反正这卡呀，在我手里面怎么都花不完，对吧，老公？老公对我可太好了。霍少，既然姐姐回来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思兰哥说里面可是装了好东西，夏锦锦啊，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
夏静静，怎么了？还怎么了？你刚才……我刚才亲了你，还抱了你。霍大少不会没有被女人亲过吧？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么好色？我还可以更好色，你要不要试一下？你敢？霍大少羞涩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吧？霍世家，我们谈谈。聊什么？离婚了？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离婚吗？怎么，同意离婚了？反正你又不喜欢，只要条件合适，离就离呗。霍时锦这么想和我离婚，肯定愿意给我一大笔补偿费。等钱到手，我就远离这些剧情人物，去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美美当富婆。条件，不就是想要钱吗？你只要同意签字离婚，我现在就让律师给你开张10亿的支票，够不够？10亿 ！Oh my god！ 这破天的富贵，不行，不能离婚。简简，你别听他的，他刚醒，脑子还糊涂。简简啊，你要愿意留在霍氏，愿意跟石静好好过日子，妈向你保证，妈向你保证，无论你生男孩还是女孩，妈都奖励你霍氏10%的股份，你看怎么样？10%？剩一个10%？难怪原主最后要背债，这股份拿的越多，将来霍家倒了，债主不找我找谁啊？哎，妈，您的心意我都懂，可是您儿子不喜欢我，现在又这样，也站不起来，这事儿也不能光我一个人说了算。又是这种虎狼之词，夏静静，你好得很。窃听器。想起来了，原书里夏小媛送过顾夫人一条类似的手链，现在目标换成我了，难道思兰已经等不及了？这个手链哪来的？之前夏小媛来过，是说特意去庙里求的开宫安神手链，托我转交给她见见。既然如此，正好，那我们就演给他看，让他和思兰觉得咱们确实不合。我们本来就不合，那就吵得更激烈点，去房间里，这样他们才能听得更清楚。好，那你们年轻人的事我就不掺和了。这女人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霍世锦，你把我当什么人？冲洗工具人？用完就扔，这才刚醒，你就要和我离婚？不然你以为呢？你真当我想娶你啊？要不是我妈拦着，早被赶出霍家了。哼，我才不会跟你离婚呢！瞧瞧你这腹肌，不愧是霸总，该凸的凸，该翘的翘，比健身房的教练还大气。夏静静，你想干什么？反正又没离婚，摸摸吧。这女人演戏归演戏，你别……你这女人演戏归演戏，你别……你这女人也没个轻重，演戏归演戏，你别动手动脚的。你慌什么呀？反正又没离婚，我摸摸他。再说了，我现在就算是把你吃掉，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别胡说了，滚出去！果然是假的，霍时锦根本就不待见他。之前在私家宴会上这么维护他，都是装出来的。我就说夏晶晶配不上霍家少奶奶的位置。思兰哥，他们现在吵得都快翻脸了，咱们现在得趁热打铁，找机会曝光夏晶晶的丑事，让霍时锦彻底把他扫地出门。你这么上心，该不会是因为霍时锦醒了，你又觉得自己可以趁虚而入了吧？我怎么可能嘛？我都是为了帮你啊！那霍氏要是散了，司氏就能够完全托他的产业，你就能够完全的掌控司氏了。
给你，把这个分10次掺进夏锦锦的食物里，他吃了就会依赖上这种东西，到时候他不听你的话头难。这东西真的管用吗？姐姐，你放心，这事我帮你。你先把文件给保管好，我得想一个好点对策。什么文件？思兰哥，你看，夏锦锦她说她偷了霍时锦的商业机密文件。他倒是会找机会啊！你现在就联系霍时锦，截图告诉他，就说要揭发夏锦锦偷文件。可我们不应该要先拿到文件吗？傻瓜，让霍时锦先知道他手脚不干净才好。他们内讧，咱们就等着捡便宜啊，比自己动手省事多了。喂，姐夫，我要揭发我姐姐。她刚才跟我说，她偷了你的商业机密文件，她还想让我帮她害你，我实在看不下去。你有证据吗？我有，我现在就把截图发给你啊。好，你先约他私底下见个面。霍时锦，你终于还是上钩了。姐姐，你怎么能真的把文件带出来啊？快还给姐夫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小袁，你怎么把他带过来了？你不是说好帮我的吗？夏锦锦，拿来。我不，这是我的。姐姐，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你拿着这个，对霍家，对你自己都没有好处的。夏小袁，我俩可是姐妹，你居然这样害我！拿过来。姐夫，你看，这就是他的机密，这什么？体检报告、个人偏好，这算什么商业机密啊？夏小姐，这就是你火急火燎让我看了你的机密。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你一点。你平时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喜欢什么，我讨厌什么，你从来都不过问的。看来你和你姐姐对我所谓的机密理解有很大偏差呀。家务事就别在外人面前献丑了，回家再算账。夏锦锦，你居然敢耍我，让我在霍时锦面前出这么大的丑，你给我等着！你这女人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什么东西都敢拿给外人看，下次是不是要把锦城大厦的收购评估报告也拿给外人看啊？你少冤枉人，我才没有那么傻。锦城大厦看似是个烂尾楼，以后可是个宝贝，我怎么可能把报告给别人看，让别人占了便宜去？锦城大厦，宝贝，霍时锦果然在秘密筹划什么。夏锦锦这个蠢货，到底还是说漏嘴了，这可是重要情报。喂，思兰哥，我告诉你一个重大消息，霍时锦他下一步正打算秘密的收购城西的锦城大厦。夏锦锦他亲口说的，说那地方以后是个宝贝，不能让外人捡了便宜。锦城大厦那炮楼债务纠纷一堆，能是什么宝贝？消息可靠吗？千真万确，我亲耳听霍时锦，他埋怨夏锦锦，差点泄露了那个评估报告。夏锦锦他自己都承认了，霍时锦一定是发现了内容的价值，想要偷偷的独吞。立刻给我调集所有可用资金，给我不惜代价，尽快的秘密收购锦城大厦。
必须要赶在霍氏前面全部拿下。霍师姐，你想偷偷吃下的肥肉，我这次就让你连味儿都闻不着。等大厦到手，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你没事整理这个干嘛？还拿给夏小媛看？我了也。你是对我想要了解自己法律意义上的老公有意见？夏静静，你之前不还天天嚷着说要离婚拿钱走人吗？怎么突然开始收集我的兴趣爱好和身体状况？怎么，这是不着急离婚了？谁关心你了？我只是我。十九，简简，我给你们炖了汤，我现在可以进来吗？进来了。每次都是这种关键的时刻就……那你们就趁热喝。哎，对了，刚才在门口听到你们在说夏小媛，她又怎么了？妈，说到这个，我还忘记跟您和师景说了。什么？昨天晚上我给夏小媛发信息，给她下套时，她情急之下问我是不是关于南城那块地。虽然她撤回了，但我看得清清楚楚。又是南城那块地，妈，那块地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个嘛，我也不清楚，但锦锦和夏小媛总是提起他，应该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吧。反正我是相信锦锦的啊。你不解释解释？我解释什么？我就是特别喜欢那块地，没有想到夏小媛也喜欢。喜欢那块地，所以你想拿它做什么？难道真要我告诉你们，这块地在原书里半年后会因为新地铁规划暴涨20倍，却因为提前被思兰低价弄到手，成了打击货架的重要筹码？当然是拿来修地铁的喽。个人修建地铁？夏静静，你这话是没过脑子，还是你早就听到什么风声？哪有什么风声啊，我就是随口一说。妈，这夏小媛把手都伸到霍家家里都搞窃听了，所以啊，南城这块地留在夏家手里就是个祸害。妈，你千万得相信我。老陈，夫人，联系律师团和风控部，立刻启动对夏氏集团接收南城地块的全面审查。我要最详细的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现在就去办。是夫人。沈姐呀，你这么坚持这块地有问题，那妈就帮你好好查，该收回的我们霍家绝不手软。司长，锦城大厦的收购出问题了，但那栋楼的产权债务纠纷比预想的复杂10倍，现在资金被套牢，烂手里了。收购层为什么调查清楚？我们只是能抢在霍氏前面，动作快了。死了，算计了。夫人，初步报告出来了，夏氏集团确实违反了当初签订的赠与协议，于上个月将南城地块质押给了银行，融资了3个亿。果然，夏氏好大的胆子！质押？他们敢拿霍氏送的东西去换钱？质押了，居然比原书时间还早。夫人、少爷、少夫人、夏小姐又来了。他又来干什么？看他手里好像提了一份糕点，可能是给少夫人送吃的。这夏小媛是准备窃听器投毒双管齐下。夏静姐，你的待遇真不错呀。让他进来看一看，不就知道了。是。姐姐，你们年轻人聊吧，我回屋了。夏小姐，请。这份文件是霍氏的商业机密吗？姐姐，这是我亲手做的糕点。我知道你昨天从宴会回来之后就不太开心，吃点甜的，高兴一下。不用了，这种甜腻腻的东西我不喜欢。夏静姐，对待客人这么冷漠，可不是霍家少夫人该有的样子。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某些人的东西碰了怕惹麻烦。姐姐，我没有别的意思。夏锦锦怎么突然这么警惕？这才1天，难道他就发现了手链藏了什么？够了，这毕竟也是你的一份心意，就放这吧。谢谢姐夫。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多打扰了。家里有事，我就先回去了。不懂我为什么收下？干嘛？你喜欢吃这个？不巧，我也不喜欢。只不过我觉得看你不舒服，我挺舒服。你是不是疼太久，心理出问题了？哥，你真的醒了？霍少，该做康复检查了。这里有知觉吗？有微弱知觉，像蚂蚁爬。这个地方用力试试。发力时发沉，没有明显动作。恢复的效果还不错，每天要坚持打卡锻炼，1年之内站起来的几率保守估计有70%。知道了。哥刚醒，集团那些烂摊子，还有他昏迷这半年，股价跌了20%的事儿，现在到底该不该说？他能受得住吗？可瞒着也不是办法。哎，行吧。谢医生，麻烦你帮我检查一下里面有什么成分。这是夏家小姐夏小媛送的，你检查检查。这狗都不吃，我怀疑里头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啊，我记得咱霍家是金宝不挑食的，连蔬菜都啃得不亦乐乎。这味道，这里面有微量的致瘾成分，但剂量不大，长期使用，慢慢会让人产生依赖，最后就离不开它了。早知道他就不安好心，但没想到蠢成这样，真当霍家是他后花园，想动手就动手。他的蠢，好像都是针对你这个姐姐啊。你看这2次，窃听器、小蛋糕，好像目标都是你。我倒觉得他是冲着你霍大少来，你刚刚的那个态度啊，让他觉得你一定会比我吃惊，所以他是想借你的手，让我中招。你们说夏小媛这一系列操作到底要干什么？那就看他到底是他自己想这么做，还是背后有人指使的。不太可能，夏小媛背后的人应该没那么蠢，估计是他自己犯蠢搞到小动作。那就是他想通过这些手段诱骗你，达到某种目的了。难道这是和司家有关？霍少，霍总，你能不能别话说一半啊？你倒是说说，夏小媛想通过我达到什么目的？对啊，什么目的？真要我说，就比如让你拍艳照，让你审美。你是说夏小媛想要引诱我自己去找10个8个男模，然后？对啊，就问你怕不怕？我怕什么？这不是正合我意吗？看来你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为我霍时锦的太太，要是因为作风不正而被赶出家门，是要净身出户的。不仅之前答应你的10个亿不用履行，你找男模的钱还得你自己出。什么？苍天呀，这是什么人间疾苦啊！男模离婚10个亿，我的天爷啊！嫂子，你也太狠了吧！果然，作为私人医生，就避免不了要听到一些豪门的心秘。可这霍夫人也太勇敢了吧！这才结婚几天，我看我还是先走吧。辛苦了。这局面汇报集团的事儿合适吗？有话就说，
别在门口晃悠。哥，别磨磨唧唧的，找打。对不起，我辜负你了。在你昏迷的这半年里，集团出大事儿了。小表弟，你也太逗了吧！起来，把事情一五一十说清楚。哥，就是在你昏迷的这半年里，不仅咱们霍家的股份下跌了20%，据可靠情报，还有人暗中以低价大量收购散股，站直了。知道的，还以为我们霍氏倒闭了呢。知道了，哥。放出风声，致使霍氏股价下跌，再借机收购散股。原书中男主思兰前期用的不就是这手段？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整个集团内部人心惶惶，有20%的员工都离职了，好多项目都停摆了。最可气的是，有好多股东都在观望，要不要转让集团股份？真好，这些人真是长本事了，一个个的希望我复建，真是怕我躺着太舒服了，是不是？霍师姐，这些事的背后……够了，别说话。我醒的这几天，都在为你和夏小媛这点鸡毛蒜皮的事情费心，竟然对集团的事情不闻不问。霍师姐，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到底几个意思？是我愿意见那个夏小媛的吗？还不是因为每次你自己想看戏。再说，你以为南城那块地是什么小事？那未来可是……编，接着编，这块地能值多少钱？5个亿，未来顶天了翻10倍。那你知道霍氏现在市值有多少？当谁不知道呀？那书面上记录了，光你霍少、霍石锦个人身家就超1000亿。我说的是集团，不是个人。你这个女人看事情怎么那么浅薄呢？我浅薄？不浅薄吗？你了解霍氏吗？你知道在云城这个地界，我们有几万员工，5亿、10亿，暂时又算得了什么？5亿、10亿算不了什么。行，您是大总裁，要养员工，心存大义，要舍小利。我是小女子，我比不了，我拜拜了您嘞！果然是脑残小说里的脑残大才，身家上千亿就不把5亿、10亿放眼里。姐不伺候了，接着温暖去。表哥，他刚刚说什么？嫂子说他不伺候了，要去找私家大少夫人。谁在乎他去哪儿了？我说他上去。哥，您耳朵又没聋，他说的什么还用我说？胆儿肥了，敢骂我？还有你，立场也不坚定，居然喊一个贪财好色的女人嫂子。不是哥，我的亲哥，是你让大姨当集团总裁的，整个霍家上上下下，大姨最大。再说了，她认可的人，我皮痒了敢不叫她嫂子吗？这女人说不通，不可理喻。哥，你说这话我可不同意了啊！嫂子一进门就救了你一命，你现在能醒来这么快，都是她的功劳。好了，你能不能别提这个女人了？给我说说集团的事儿。怎么了？不是说好不想其他的了吗？怎么又开始唉声叹气了？还不是因为霍世锦，一天天的净会气人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不知道吃没吃晚饭。你呀，还是老实跟我交代清楚，到底你是真想当个咸鱼贵妇好呢，还是当个合格的霍家少夫人？当然是咸鱼了。你看我们现在这样，多快活啊！行吧，那你自己想好就行。就是说，凭什么呀？我穿书一场，可不是过来当受气包的。夏家人、夏小雨，还有思兰瞧不起我也就算了，我那植物人老公也来瞧不起我，不行，绝对不行！不蒸包子也要争口气。燕之做事毛手毛脚的，那女人虽然动作也粗鲁，但照顾我还算细心。
我现在大病初愈，只能吊点滴吃流食，又饿了怎么办？水香给你打电话，问他这么晚回来是干什么了？什么？打电话。哥，是嫂子啊。嫂子，你问他这么晚回来是干什么了？会不会是他想打电话来关心关心你，还是说他给你打包什么好吃的？这女人会有这么好心？气死我！不谢天谢地，就算打包回来，她也只会吃给我看。越说越恶。夏君姐，你这女人能不能快点回来？喂，嫂子我哥他还好啊。哎，没有，他怎么会生你的气呢？他居然会关心我，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哦，原来是这样，没问题，我回头好好给你介绍介绍，包嫂子你满意。哎，哥，要我说，你真误会他了，我觉得他还挺有上进心的。怎么回事？你胳膊肘还往外拐？他刚刚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嫂子啊，他说他不仅要学商业知识，还要学公司管理，还问我有没有那种听起来让人不打瞌睡的速成班报。报那种不打瞌睡的商业速成班，倒像是他的做。喂，奶奶。晶晶，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你，我临时有个急事，必须马上处理。豆豆他上学快迟到了，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送豆豆去幼儿园？司机今天刚好也请假了。温姐姐，送豆豆上学？司豆豆，书里思源的儿子，后来被思兰暗中安排人绑架撕票了，他是思兰彻底掌控思家的关键。是啊，就在思家别墅门口交接就行了，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真的拜托你了，晶晶。没事儿，温姐姐你别急，我去接他。妈妈，申满又要迟到了。豆豆，你妈妈临时有事让我来接你。你是谁？我又不认识你，我才不要让你带我去学校。我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你听，是她让我来送你的。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送豆豆去幼儿园？这俩人很不对劲。果然是来绑司豆豆，可是怎么会是现在？书里明明是思兰拿到南城地块，思源不肯放权才动手的。难道是因为霍家开始着手收回南城地块，逼得思兰狗急跳墙了？手往前扔！把他揪出来！你们别过来！你们想干什么？揪出来！豆豆，放开我！放开我！找死！豆豆，我要放开我！豆豆，我要放！的松手！豆豆，我要放开！我去！豆豆，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儿子！走！豆豆，你没事吧？吓死妈妈了！晶晶，醒醒！不行，得赶紧叫救护车。哥，城西项目资金还卡着，股市也还棘手，今早又下跌了1%，散户抛盘太凶。喂，温暖姐，怎么了？燕之，晶晶出事了，在自家别墅门口被绑匪推倒，额头流血昏迷了，绑匪跑了，我已经叫救护车了，你们快过来！什么事？哥，是温暖姐，她说嫂子受伤昏迷了。哥，你能站起来了？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赶紧去救人！怎么还没醒？没事，
生说是因为输血过多，外加轻微脑震荡，人没有大碍，就是得好好休息。对了哥，绑匪没跑远，刚跑出私家别墅那条大街就被警察给逮住了。抓到幕后凶手了吗？还没有，人嘴硬得很，一口咬定是因为缺钱临时起意。晴姐，你醒了，谢谢，谢谢你，干妈。干妈。对，你救了豆豆，也是豆豆的生父母，我救你干妈是不错的。这臭屁的小孩，没想到还挺懂感恩的嘛。温暖姐，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这平白无故的就多了个好大儿。我可没教他这个，但他认定的是改不了，你就受着。不知道你是嫌自己命长，还是真伟大。我当时情急想不了那么多。绑匪已经抓住了，不过还没招出受谁指使。要龙凤真那么容易招供，思兰就不是这个世界的男主了。还有，你在昏迷的时候一直在喊思兰的名字，你到底知道些什么？思兰在这件事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哎呀，我暂时跟你们说不清楚，但请你们一定相信我，思兰跟这件事情脱不了干系。思兰她其实是我公公的私生子。思兰是我现任婆婆之前当小三生的儿子，她一直期待霍家总裁的位置。我老公思源看在我公公的面子上，一直维护他。霍少，对不起，这事连累到霍少夫人了。就算没有这个事儿，思兰也不会放过我和霍家。你又在瞎琢磨什么？没有啊。豆豆，我们该走了，让晶晶好好休息。干妈，你在这里好好休息，我过几天来看你。签了他，等他回到霍氏手里，以后就归你了。那夏家呢？夏父偷税漏税，工程上偷工减料，还跟奥商签了所谓对赌协议。就算没有地块的事，夏家也早该破产倒闭了。那夏家能蹦跶到现在，该不会是因为这桩婚事吧？是啊，就是我妈相信了算命先生所谓冲喜的说法。你觉得云城还有谁能救得了夏家？没戏！最厌恶他们的我，居然渐渐成了他们的保护伞，真是讽刺。哎呀，我现在脑子有点乱，过几天再签吧。随你。哎呀，琴琴，吓死妈了！你还疼不疼？其实啊，我早就想去医院照顾你了，就是某人非说我是去了添乱。我就知道，妈你放心，我命硬得很，绝对长命百岁。你们可要我当是谁呢？我这是出院又不是出殡，上杆子给我嚎丧啊！姐姐，求你跟霍少说说好话，让他放过我们夏家一马。别拽啊！我这刚出院，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要给我偿命啊！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再怎么说，我们夏家也养了你20年，你就这么翻脸无情？养我？上次让我替嫁的时候，也说养了我20年，该报恩了。这个借口用了一次又一次。你打算绑架我到什么时候？我不管，我是霍少的亲家，他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夏家出事坐牢啊？是吗？我倒觉得人是相互的，想让人敬你，你得先敬人。这里面有什么？上次我出嫁的时候，某人骂我是丧门星，说霍家娶了个假千金冲喜，还说霍师姐注定是个躺尸的植物人。哦，还有这事。夏锦锦这死丫头手里还有证据，完了完了！我知道错了，求你高抬贵手，锦锦，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们！哪有什么录音？
炸你！哎呀，我不活了！大家都来看看，我含辛茹苦养大了20年的女儿，她一嫁进豪门就翻脸无情。哎呀，没法！这女人的病才刚好。陈叔是。不了，活不了！哎呀！南城地块附近几个仓库最近都被频繁租了出去，租户信息全都是假的，肯定是思兰又在暗中搞什么小破坏，让我们收了地也没办法用。我已经让验尸在查了。等他查，那地早就没有办法用了。未来上头的政策还早。上头的政策，上头的政策，你上次就要说拿那块地去造地铁，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些什么？老实交代。我能交代什么？我要是说了，你能信吗？是，你这女人心思多，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你的话不能信。那不得，照你们这个速度查下去啊，就等着霍世磊知干马净。嘴里就没一句好话，再添乱就把你禁足霍家。越拦着我，我就越要查。思兰这招肯定藏着猫腻，禁足就禁足，谁稀罕看你脸色？仓库登记的公司是空壳，资金也查出来了，是想几个海外账户，但归属人不详。继续盯着，别掉以轻心。看好夏静静，别让她乱来。知道了，哥。在这儿，思兰关联公司用过的海外账户和仓库资金的账户，前面几位居然一模一样，都是以50L 开头的。喂，温姐姐，我想问一下，思兰最近去哪儿了？上周听我家阿姨说，好像去了趟工业废料处理厂，怎么了？我就知道。深更半夜找什么呢？还给温暖打电话？没什么呀，我们都睡不着，想来书房找一找有没有闲书可以看，顺便问问温姐姐豆豆最近怎么样。哦，是吗？当然。好困，我先去睡了。让陈叔派几个保镖跟着他，别让他发现了。明白。哥，你这终于开始对嫂子上心了。啰嗦。思然名下环保公司的标识我记得，就那个破枫叶图案。哎，干什么呢？哎，完了完了完了！千万别被发现了，这里面装的啥呀？一股怪味儿。少主吩咐了，今天晚上开始卸第12批货。知道了，这批货比其他的货都不是重，得多带几担好事。就这外形，说不是思兰谁信？报警呢？证据会不会不够？万一思兰跑了怎么办？
霍少夫人，深夜来访是想要替霍石井探底的吗？上！放开我！你说霍石井要是知道你死在这儿，他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啊？你不是思兰，你比他老，眼神更加阴狠。你究竟是谁？思家除了思兰，还有谁跟他长得那么像？你该不会是司豆豆的爷爷，司氏董事长司海吧？霍少夫人，霍石井没告诉过你少管闲事吗？司董事长，你用强腐蚀性废料，就不怕环保部门查你？就不怕思源知道，因为你没有人性吗？赶紧放开我！别管我，救人！夫人，想跑？你松开！霍石井怎么来了？手机坏了！松口！废物！给我追！站住！金姐，你没事吧？你知道今晚有多危险，简直胡闹！你以为我愿意啊？要不是……没有下次了。司海是幕后黑手，他亲口承认的。直接回家再说吧。霍师姐，我跟你说，先吃饭、洗澡、睡一觉再说。你听我说完，那是思源的父亲思海，我刚刚把他的右手给咬伤了，他亲口承认的，他想毁了南城地块。警方已经查封了仓库，相关证据也已经控制住了，地块暂时安全了。你放心，你今晚受的苦，我会白受的。哟，霍少居然知道给我盛汤了，还准备给我报仇，开心。废物，让你给他挖坑，次次都能被他反将一军。这次南城的仓库差点彻底暴露了。爸，我只是想快点。快！霍石井当初的车祸，还有上次的下药，哪一件不是我精心谋划才没留下痕迹？就你那些幼稚的手段，只会打草惊蛇。哎，妈，早上好。静静呐，妈正好有件喜事要告诉你，妈准备给你和石井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婚礼？什么婚礼？那得随多少份子钱啊？补办我和霍石井的婚礼？为什么？我们结婚才不到半个月，这又要补办婚礼，会不会太离谱了？哎，上次就因为是冲喜，弄得太潦草，亏待了你，所以啊，必须要补办，不仅要办，还要办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可是霍石井，他不是总想跟我离婚吗？都是我安排的，不过是走个形式，目的是引思海出来。这样啊，我觉得挺好。那流程得用浪漫一点的，场地就选露天的，阳光下写诗，多美啊！为什么昨晚看他浑身是伤的样子，胸口像是被石头压着，但看他现在眼睛发亮，那石头就碎了。你有必要那么认真？哦，你很奇怪啊，一个绝顶聪明的大总裁，想要引出四海，有100种方法，你为什么偏偏选择要跟我补办婚礼？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老实交代，不然婚纱我可就要订最贵的了。我交代什么？你要买多贵的婚纱？不用跟我说。伴手礼就选高级定制香水怎么样？显得有格调。
随便。那我可就全都按我的心意了。这女人倒真是乐此不疲。少爷、少夫人，夏小媛小姐来访。夏家现在一团糟，他的亲爸亲妈都被起诉，暂时关押候审，他居然还有闲心思来霍家，我倒要看看他要做什么样。让他进来。请。听说姐夫喜欢收藏这一系列出版书，我托朋友好不容易找到的，特意送过来，给姐夫留个念想。有心了，总比某些人强。我的机会越来越大了，再加把劲。对了，姐姐，我记得你大学时好像最喜欢参加联谊。听妈妈说，当时好像有个摇滚乐队的鼓手，哎，还有一个美院的留长头发的模特。当时你玩的可疯了，夜不归宿都是常事呢。姐姐，妈妈总不至于编瞎话吧？你说呢？夏大小姐，请先管好你自己。我霍家的事，我霍家的媳妇，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乱嚼舌根。伯母，我管家，送客，往后无关人等，一律拦在门外。夏小姐，请。宴会上他说找楠木的录音本来没有，但我已经合成了，还有他大学时期的照片。AI 换脸，把他的头 P 在那些裸模身上，越下作越好。哎，光床照哪够啊？老公植物人，我找男模，乐呵乐呵。把这句话接在床照视频背景音里。买热搜第一，水晶带词条，霍少夫人真妙，植物人老公被绿实录。假的，别看。我知道都是假的，可是这也太恶心了吧！他们怎么能够……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你要像以前一样没心没肺才对。我尽量，但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做？明天到公司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到时候自见分晓。你看他这样，是啊，他这样怎么配当老板？来了！霍少夫人，这床照真的是你吗？您对绿了植物人丈夫的回应有何回应？这种女人也配当霍氏集团老板娘？我要辞职，并索赔3倍工资，霍氏不能变成银窝。石井，立刻把这女人送警局，和她离婚，否则我们集体撤资。就是，从昨晚到现在，热搜都上了9个小时了，再不补救，这霍氏股份就要跌停板了。今天，这照片倒是伪造的不错，就可惜啊，我没有这么好的身材。你们要是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的话，我想我老公很乐意你们撤资走人。我要是真有这么疯的话，在场的诸位，你们是觉得堂堂云城首富霍少、霍石景是傻子，所有的人都是傻子吗？我要是真有这么疯的话，半个月前霍夫人怎么可能同意我当她的儿媳妇？怎么可能还让我进她霍家的门去冲喜？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我可怎么感觉他话里头把我们这些股东也给骂了呢？老李，不用怀疑老金，这个霍少夫人她就是疯了，这话里话外把自己和石井都给骂了。可是霍少夫人，这些照片和事实要是捏造的话，那又有谁和你有深仇大恨呢？对啊，居然在你和霍少即将订婚的前一刻搞这种事，他该不会是霍少的狂热追随者吧？现在，请所有记者朋友们和想知道真相的群众跟我来，我霍氏即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一些问题。AI 合成确认的3项铁证：一、颈部接缝，像素断层；2、光影折射角度违背物理定律；3、
原始录音中，夏晶晶说老公植物人后，紧接环境杂音，而热搜版本被精准切入，找男模乐呵的剪辑点。经我们查实，恶意剪辑的原始文件 IP 归属思兰的私人会所，购买热搜的资金由夏小媛的账户中转。之前骂霍少夫人的都出来道歉，明明是思兰和夏小媛这对狗男女栽赃陷害。哎呀，反转啦！热搜这照片和录音全是 AI 合成的，这思兰也真够毒的，买热搜泼脏水啊！思氏股票一眨眼直接跌了30个点，直接跌停了，活该。怎么回事？这到底怎么回事？发生这种事情，夏青青她不应该躲在家里哭一阵子的吗？别慌，还有我呢。只要他霍氏家没办法站起来，我们就还有办法扳倒他们。这就乐成那样了，这女人还真容易满足。感觉怎么样？好多，谢谢。这事没完，思家还得为他付出代价。看看你干的好事，思氏的市值要是掉了一半，我们这些年的谋划还有什么意义？他也是想着帮你对付霍家，太心急了些。你少替他说话，就是被你给惯坏的。享受荣华富贵这么多年，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他思兰究竟是谁的儿子？霍家这还真有你来。就是，就前阵子和霍家闹成那样。哎，江总、廖总，两位真是好雅兴啊！好久不见，多多联系啊！司董事长、司夫人、司总、温姐姐，还有司二少，还有豆豆，欢迎欢迎！霍少夫人，此前思家内部管理不善，生出事端，给二位添了诸多的麻烦，责任在我，我在此郑重致歉。一点薄礼是我个人的心意，聊表歉意，还请二位收下。谢谢司董事长。我明明咬得很深，伤口呢？怎么可能不是他？恭喜霍少，恭喜霍少夫人新婚大喜，百年好合。感谢司董百忙之中还来参加我们两个小辈的婚礼，之前的事都是误会，现在解开了就好。司董客气了，我们还有事，各位请自便。霍师姐，你注意到了吗？思海手上居然一点伤都没有，我明明记得我咬得很重啊。晶晶，你确定那天晚上咬的是思海？毕竟那天晚上黑灯瞎火。那个呀，不论是从身形、声音，还有他看人的眼神，化成灰我都不会忘。可伤呢？难道是我想差了？可那人明明已经死了20年了。管家，去楼上把我的相册取来。是，夫人。20年前，咱们霍氏是靠着煤矿起家的。思海、思阳是你已故公公最信任的左膀右臂。你看，思海、思阳，这人的耳朵。那年思阳独自采矿，意外发现了金矿脉。而他哥思海起了坏心，暗中绑架了振东，然后他独自采矿，后来矿产爆炸，思阳就拼命救出了振东，可他却永远埋在了矿里。自那以后，振东
便重病瘫痪，思阳尸骨无存，可思海趁机脱离霍氏，凭着不明来历的资产自立门户，现在发展壮大到仅次于霍氏的存在。不明来历的资产，怕不就是那座金矿？那既然事情的真相是这样，那为什么我父亲明明留有证据，在临死前也不愿意揭发四海？那是振东对思阳的死心存愧疚呢。不，妈，思阳可能没有死。那天晚上我在仓库，咬伤的人耳朵上就有这颗黑痣。婷婷，你确定？如果思阳没有死的话，而是躲起来了，那他这20年是躲在哪儿呢？找时间去私家探探不就知道？好，我相信你的直觉。不过这一次，我得跟着你，寸步不离。寸步不离，这家伙是在关心我。好了，翻旧账的事随时都可以。可是你们俩的喜酒啊，宾客们可都等着喝呢。来吧，一起来，一起来，来。等着吧，整个司氏，我必将取而代之。还有霍氏，凭什么享受这种风光？等父亲的计划成功了，看我把你们踩在脚下！年轻皇子，我们先完婚。完婚？你这话说的，怎么感觉怪怪的？请保持安静。请新人交换戒指。什么情况？我怎么感觉他好像真的有点喜欢我呢？不是吧？不可能，肯定是错觉。错觉？难不成你后悔了？怎么可能？我夏锦锦做人做事怎么可？夏小媛，她怎么在这儿？夏锦锦，你个假货！我绝不允许你过得比我幸福。等着吧，思兰哥哥很快就会毁了霍氏，让我比你嫁得更风光。他不喜欢这个夏真千金，要不要我让燕之偷偷把人撵走？不用，今天大喜的日子。豆豆，今天干嘛漂不漂亮？漂亮呀，就是比妈妈差一点点，对吗，妈妈？小没良心的，你干妈为了救你可是拼了老命呢。豆豆，你想不想邀请干妈到家里去玩？可以，是明天和后天都可以。我的乐高战舰还没拆呢。豆豆别闹，干妈可能还要去度蜜月呢。你看着，我觉得挺好，四少。而且高中毕业之后，我也没去过你家。那行，那霍少夫人，我们就随时恭候大驾了。嗯，走了，拜拜。快请进！没想到你们真的说来就来了。这会不会太过打扰？司董和司夫人他们不会啦。我公公和婆婆他们一般这个时候都不在家，思源跟小叔呢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专挑你们私家没多少人在的时候来的。燕之还为此喂了好几个小时的蚊子。霍叔叔，我们来拼战舰吧。说明书呢？前2天逛街的时候看到一款丝巾，配色跟你上次戴的项链特别搭，是不是水波纹那一款？那款我托人找了好久都没有货呢。柜姐说全云城就只剩2条了，早知道让她给你留1条了。你们先聊，我去把刚出炉的曲奇给端过来。辛苦了。豆豆，
豆豆，平时爷爷对你好不好呀？好呀，他给我买了空飞机、变形金刚，陪我看动画片、打游戏。那他有没有突然变得很凶的时候？没有，就是我拍的是假爷爷。假爷爷？对，他就在这里，我录下来了。他手上还有牙印，我也不知道他猜车会干什么。干妈，这件事不能告诉妈妈，妈妈会生气的。什么时候的事？就前天，一眨眼就不见了。来尝尝刚出炉的曲奇饼干，豆豆念叨了好几天的。喂，阿金，别整天板这个脸了，你这样啊，将来很难讨到媳妇儿的。讨媳妇儿？是啊，要是没突然出车祸病死，或许我这辈子注定和高中时设想一样，孤独终老吧。对了，思源高中一毕业，好像买了辆甲壳虫，我那会儿就想来看看的。不过两家都有事，现在还在吗？那个时候应该是霍家掌权人霍震东病故，而公公也把养在外头多年的现任婆婆和思兰接回家里来。霍少突然提这个，肯定别有深意。还在呢，思源跟宝贝一样供着，每个月亲自保养2次。霍少要看吗？这边请。霍少，少夫人，你们来了。这样子下去还能查出什么呀？不行，事情还是得摆在明面上说。温姐姐，你们相信我夏晶晶？你们这是，或者说，你们值不值得我霍世锦的信任？阿金，你这叫什么话呀？咱们从小学到高中12年同窗，我思源什么人，你不清楚吗？晶晶，我信你，这不只是因为你是豆豆干妈的缘故。好，那你们现在冷静，听我说。我们怀疑思家有2个四海。我们怀疑思家有2个四海。没想到你们也发现了。其实我跟我老公早就有所察觉，可是公公他……你们是把这件事情告诉那个司董事长了？没有，我们在家里面装了监控，想查查到底怎么回事来着。结果监控在第2天就被人拆了。我猜你们一开始是怀疑思兰拆的监控，没想到司董事长自己站出来认了。他说呀，我们把他当成贼防着。其实纠结怎么回事没用，事情还得从根源解决。根源？对，你们家也没有密室密道之类的。就比如这车库里头，豆豆前几天说拍到了假爷爷，手上还有牙印。对，那个假爷爷样子好凶啊！我们在收回南城地块的时候，发现有人阻止我们收回那个好地方。10天前，在调查污染源时，我这个莽撞的妻子咬伤了四海的手。可他的手上什么伤都没有啊！豆豆乖，以后假爷的事情除了我们谁都不要说，尤其是爷爷奶奶和二叔，知道吗？我知道。奶奶和二叔从小就不喜欢我，干妈说二叔想绑架我，逼爸爸做我不愿意的事情。豆豆乖，不怕，干妈保护你。不行，小男子还应该保护妈妈和干妈才对。豆豆真棒。这孩子，要是我和他也生个孩子的话，应该也……要是我和他也生个孩子的话，应该也挺好的吧？哎，阿金，盯着我儿子和你老婆想什么呢？这还用说？霍少肯定是想跟锦锦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什么啊？他在想这个？真的假的？先不说这个了，说正事。你们家到底有没有密道？是有的，有一个老的防空洞，不过呀，老早就被堵上了，根本通不了人。在哪儿？去看看。
就在那儿，走，就在这儿。我说什么来着？都毒死了。这看起来是实心的，可为什么豆豆说抛到了他在车库里？需不需要我帮你找个更权威的洗修团队，帮你把车库里的车都检修一遍？你是说他们绑架豆豆不成，现在要直接要我和暖暖的命？所以你要更积极的配合我，找到其他密道存在的可能。所以你要更积极的配合我们，找到其他密道存在的可能。奶奶和二叔和贾爷爷太坏了，我不要在这个家里待了。干妈，快带我和爷爷走。傻孩子，要按照20年前那桩旧案的说法，你爷爷才是最大的大坏蛋。这么多事，难不成真的是婆婆和二叔所为？阿姐，吓到孩子了。商场如战场，这道理你我8岁就懂。难不成你想告诉我，你想教自己的后代有一颗赤子之心吗？行了，我知道我说不过你这冷面爷王，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吧。那好，去排查。没想到司家果然是因为私财金矿发家的，比霍家还小2圈的别墅，居然暗藏8个密道或者地下酒窖。虽然10有8九都是堵了封了，但皇天不负有心人，总算在后花园花房找到有人通行的密道和一些关键线索了。没必要那么激动吧？那我们先去忙了。阿锦，一切就交给你们了。这辆车的车牌，这不是霍师姐的专用座驾吗？他怎么突然到司家来了？霍师姐，你们霍家很快就会玩完了。霍少，毛发和血液的 DNA 对比结果出来了，怎么样？和数据库中20年前思阳的数据完全匹配。确定是他？霍少，这是在怀疑我的专业能力啊！苍天有眼，真是不枉我跑前跑后的忙活。的确能力出众，卓有成效。咱们差不多该收网了。对，20年前的旧案，还有这阵子的糟心事，思阳、思海一个都逃不了。思兰啊思兰，大局已定，我看你这个书中的男主还有什么翻天的本事？师姐，简简，我刚接到思家电话，思海董事长重病卧床，让我和你们去做个遗嘱见证人。什么情况啊？咱们上次去思家打草惊蛇，没想到暗处那个没动静，明面上这个倒是先慌了。难道他还干了别的事儿，怕我们查出来更多，所以想把烂摊子甩给思源跟思兰？可能还有别的用意。总之，我们先去看看他这个戏要怎么演。我怎么闻到一股执法者的味道？你提前报警了？我猜是思海自己叫来的。贼喊捉贼啊！情况怎么样？霍夫人，霍少夫人。干妈，有些人真是越来越认不清自己的地位了。明明自己是个假货，这种场面敢往前凑啊！司二少这话说的酸得很，我身份再差，也比你这个私生子的身份强多了。怎么，今天说话这么生气，是觉得整个司事早晚都是你的了？行了，多少说2句吧，爸还等着呢。
张律师，你可以开始了。思海董事长决定，思氏集团未来全权交由长子思源继承，名下资产半数捐赠慈善机构。思兰无任何继承权，且思夫人与思兰即日起搬离思家，净身出户。怎么可能？遗嘱是假的！爸，你别信！天哪，老头子，我在思家2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得为思兰着想啊！思兰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啊！亲生儿子？思兰真是我儿子吗？二弟，我的好二弟，这些年你一直躲躲藏藏，甚至躲到思家里来。现在看到我立这样的遗嘱，你真的还沉得住气？终于要现身了。别动！思瑶，你果然没死。大嫂，别来无恙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倒没想到霍家还有人肯认我这个死人。你这张脸，难道你真的是我二叔？思瑶，振东为你当年的死可是愧疚了半辈子，他到死都还念叨着你呢。愧疚？少往自己脸上贴金！当初要不是大哥过于古板，不肯听我的碰的金矿，他思海能起贪念独吞，策划绑架，我能落到今天的地步吗？所以你就暗中策划，让霍世锦出车祸，还找人给他下毒，甚至想通了整个霍氏。是又怎么样？思阳，我的好二弟，我要的就是你这些证词。怎么急着送我进去是吗？我要是有事，你也跑不了。哼！我可是思氏集团的董事长，杰出的企业家。你觉得执法者会信你，还是信我？妈的，管谁爱信不信！你死都不肯把思氏集团还给我，我就先送你下去，给大哥赔罪！举起手来，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快追！你得通往后山，快派人堵截！三组注意，三组注意，目标往西山去了，那里有悬崖，速度放慢。收到，收到，正在包抄。动静还真不小。放心，跑不了。二弟，现在感觉怎么样？这滋味不好受吧？哈哈哈哈哈！没种的家伙，你就笑吧。看你思海还能笑到几时？都带走！警察同志，你们弄错了吧？我是思海，思氏的董事长啊！这是霍少和少夫人提供的20年前的完整证据链，你现在身上涉嫌金矿私采、绑架、谋杀、未遂等嫌疑。大哥他当年留有证据。思海呀思海，你真以为大哥这么好骗？当初要不是我在矿里拼了死命的救他，你我那点破事，他早就抖落出来了。你以为你还能当什么思氏董事长？那我呢？我当时还小，什么都不知道，偏不抓我！你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你涉嫌证据伪造、绑架、洗钱、诽谤，等回去再说吧。都带走！结束了。是，总算是结束了。霍师姐，豆豆说他想让我不准留下来陪我。可是我已经答应带豆豆去放风筝了。复健需要陪护。你今天怎么回事？都已经练了3个钟头了，做复健应该循序渐进，干嘛这么拼？妈上次说生一个孩子给10%的股份。啊？他怎么突然提这个？我看你也挺感兴趣的，而且还说一个人不行，所以我在努力。谁期待了？谁要跟你生孩子？或是在我们结婚前开发了一个温泉度假村。哦，
有山有水，风景也挺好的。而且你替嫁过来之后，一直应付这个应付那个，一直没歇着。谁应付？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不要去度个蜜月？谁要跟你度蜜月？你对我一直就没有好脸色。哦，是谁忘了？我之前还夸某人工作卓有成效来着。那是两码事。所以，愿不愿意？这里信号弱，得往东南走200米才有个。万一迷路了，那就做个标记，往沙滩走。你看，那里应该是猎人做的陷阱，记得绕开走。毕竟咱们要在这玩1-2个月呢。I've been skipping stone, making fun around it. I've been feeling low, living on the mountain. I've been on my knees, waking on the run. 现在可以吗？你要对我轻点。I'm sitting in the dark, 그 어두운 밤 너와 나만 Sitting in the dark, 그림자 사이 피어올라.哥，大事不好了，思兰放出来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操作的，说是那些事儿证据不足，只拘了15天，昨晚就出来了。哥，我一直在找，但还没找到思兰。哥，我一直在找，但是还没找到思兰。你派人去夏小媛的出租屋盯着，他俩应该还有联系。明白。需要多派些人手吗？还有嫂子那边……你这样不就惊动夏小媛了吗？还有，仅仅这儿不用你担心。谁呀？一大早就打电话。公司的事儿，项目出了点小纰漏。撒谎！我刚刚明明听到陆言之慌慌张张的声音。肯定是他又闯祸。就你气的，要不要再睡会儿？我们中午去吃大餐。不要，我收拾一下，一会儿去沙滩。这女人做事冲动，思兰的事不能让她知道，免得添乱。居然忘了拿换洗衣服。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套？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套？说不定是恶作剧，别小题大做。客房服务需要更换布草吗？不用了，谢谢。程姐，我走。要是两闪一闪，我现在捅死你！到底想做什么？霍师姐，你别过来！思兰，有话好好说，你先放了他。
有什么需求我都满足。满足？我现在一无所有了，你能赔得起吗？别过来！再给我杀他！我知道你需要钱包，1辆车1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你敢这么好心？我老婆在你手里，我能耍什么花样？这度假村是我霍氏开发的，后山有个别墅，里面常备陷阱。你现在去那儿取，没人会打扰你离开。别想把我引到偏僻的地方去设埋伏。我不会拿他的生命开玩笑。好，别杀我，不然我先杀了他。从这里穿过去最近，5分钟就能到达别墅。要是敢骗我，你随时可以动手。快逃！就是这里了，他能不能脱困，就看这里了。别墅在哪儿呢？别给我绕路！崴脚了。钱就在那石头边上的箱子里，我让人提前放了。最好不要骗我。金姐，妈的，霍世杰，你敢阴我！金姐，金姐，你等我！该死，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师姐，师姐，师姐，你怎么样？有没有事？有没有摔着？金姐，我喜欢你，其实我早就离不开你。霍师姐，师姐，你不准睡！你昨天晚上那么欺负我，我还没跟你算账呢。四手机，你让我打个电话呀！师姐，其实我比你喜欢我，更早的就喜欢你。从你醒来要跟我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在意你。我不允许你死，你醒过来！受伤了，救命啊！师姐，你在等等，我喊两嗓子，肯定就会有人来救我们的。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哼，夏青静，你还真是命硬。夏小媛，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没想到吧？我是一路从出租屋跟着思兰过来的。哼，之前真是瞎了眼。思兰她就是一个废物，没有一件事能做得成。哼，现在只能我自己动手。你和霍世杰都该去死！哼！夏金姐，这一切都是你害的。不行，我必须撑住。师姐还……住手！住手！放开我！他们都该死！我终于来了，他的腿，救他！师姐。嫂子，你不能动！师姐在哪？带我去见他。你刚醒，还在输液。让霍少跳入坑底，导致腿伤复发，牵动着原本就脆弱的脑神经，现在陷入深度昏迷，
他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下降，最坏的可能是再次成为植物人。姐姐，你怎么起来了？你带我去见他吧。少夫人，你现在的状况不合适。谢医生，我求求你，你让我去见他吧。叶芝，让他去。可是他，我说了，让他去。现在他们两个已经分不开了。师姐，你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又动不了了，又成为植物人了吗？他，景景还在我身边吗？师姐，医生，他眼皮动了！啊，师姐，他眼皮动了。霍少只是身体条件反射，并不是自主意识。身体的各项指标比之前是植物人的时候更弱了，情况还不乐观。姐姐，这不可能！我明明看到他动了的。我们先开会研究一下。姐姐，你稳住啊！你先回去休息，这里有我。我不，万一师姐醒过来看不到我怎么办？姐姐，就算是守着，你也得先吃东西。你看你这3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了，要是这会儿他醒来，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安心吗？景景乖，好好吃饭，我会好起来的。你先喝点粥啊，儿子，你快点醒来吧。师姐，你还记得我嫁进来第1天，我就要拔你氧气管，你醒来第1件事情就是要跟我离婚，你还总是凶我，可是我知道你是不想让我卷进那些破事里。上次那个情况也许只是巧合，这次还能行？死马当成活马医，总比现在这样干耗着强。锦锦啊，谢医生的话你也听到了。石景啊，他这次希望不大。锦锦，你就别耗着了，我认你当女儿，你找个好人家改嫁，好好过日子去吧。我不，我只要他。锦锦，你这样妈看着难受。霍师姐，你听到没有？你要是再不醒过来，我就立马改嫁。找个比你高、比你帅、比你有钱的，我3年抱俩。又想找其他男人，我绝不允许。你敢？师姐，师姐，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嫁给别人。你终于醒过来了，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快，云芝，快把我放下，小心点，小心点。这简直是医学奇迹啊！脑部神经恢复的速度远超预期。不，我倒是觉得这是真爱的力量，你说是不是啊，嫂子？就这话。准备好了吗？我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像一件开启追捕每一股权转让协议，霍氏集团50%的股份已经转到你名下了，你知道该做什么吗？你就是用集团捆住你一辈子，看你往哪儿跑。那我就勉为其难跟你过一辈子吧。职业母亲援助计划下周正式启动，想请你当财务督导。我啊，上次查思阳和思海的账就能看出来，而且呀，你生性爱钱，
肯定会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你这话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当然是夸你了，这活啊，非你莫属。行吧，看在你这么有眼光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的当这个官。老天爷保佑，保佑金金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哎，孙女也行。对，老天爷保佑，保佑我嫂子和小侄子，或者是小侄女平平安安。你干嘛学我啊？这不紧张吗？你省心一点行吗？恭喜霍夫人，恭喜霍少，是对龙凤胎，母子平安。是，感觉怎么样？还好。辛苦了。